饭店来了一群奇怪的客人，菜单上的价格都是几块钱。10个山东大汉传来传去，却没有一个人开口点餐。在服务员的催促下，对方终于艰难做出决定，点了一盘土豆丝和最便宜的蛋花汤。磨叽半天就点了2个菜，服务员很不高兴，老板娘更是气得直瞪眼，立刻吩咐服务员去买几个馍，想在主食方面赚他们一笔。但老板娘这次却失算了，小小一盘土豆丝和清水般的蛋花汤，刚上来就被分食一空。之后他们竟吃起自带的煎饼卷大葱，还喝了好几壶免费的开水。老板娘看见后态度不再友好，服务员却突然发现了什么，一脸笑容的把他扯了出去。看见3轮车上挂的标语，老板娘这才明白他们是去汶川抗震救灾的。她顿时感到有些羞愧，回去给他们炒了满满2盘肉菜端上桌。这一举动把大家都给吓住了，没有人敢动筷子。俺没点，你不能硬上。老板娘，这2个菜俺们没点。放心吃吧，我们老板买单。吃吧，有啥需要的找我。临走时，老板娘还给他们送了一箱水。10名山东大汉坐着3轮车再次上路，他们继续朝着汶川前进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10个汉子非要前往汶川救灾呢？早在几天前，村民们围坐在郑涛家看新闻，听到受灾情况很严重，大家的心里都不好受，纷纷开口，要是近点就好了，也许还能帮上点忙。铁石匠感慨道：“我爹当年为了支援前线，推着独轮车徒步前往上海，鞋子磨破了，脚板也磨烂了，唯独车上的煎饼完好无损。”郑涛听后立马开口：“想去四川的，明天上午就走。谁去？我去，我也去，我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”村里的10个男人齐刷刷的举手。第2天扛上锄头铁锹，准备好路上吃的干粮，开着3叔准备给女儿作为嫁妆的崭新3轮车。村里老人把自家仅有的一只母鸡给了郑涛，让他到时候给那些伤者补补身子。他们不知道路线，只带了一份中国地图，也不知道4000里是什么概念，更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到达。他们只知道那里的人需要帮助，一方有难8方支援，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结。有钱的帮个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，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。这就是他们出发的理由。可还没走多远，交警就把他们给拦了下来。看到3轮车不仅人货混装，还有一只活的老母鸡，交警按照规定要对他们罚款和车辆扣押。钱俺们认罚，这车能不能别扣啊？我们开车要去四川了。交警一听顿时有些不解，说：“你们不知道现在四川地震了？”郑涛一脸愁容地说：“他知道，所以想过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”见交警有些不敢相信，郑涛连忙把他拉到车边，掏出铁锹锄头给他看。他们说你们还真是上四川救灾了啊！是，这真是开着农用3轮上四川，一看就是第一次出远门。话音刚落，交警就掏出了身上仅有的100块钱。不是给你的，我给灾区人民的一片心意。交警决定不扣押他们的车辆，但是500块罚款必须要交。可后面想了想，他决定3个月不抽烟，自己来承担罚款。之后又对大家伙进行了批评教育，让他们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他们继续出发，饿了就吃点煎饼卷大葱，渴了就灌一口井水。他们来的时候只凑到5000块，在路上少花1分，就意味着能给灾区多捐1分。为了省点渡轮的费用，10个人继续挤在3轮车上，不占用渡轮的其他位置，就这样又省下了10块。听着广播里讲述的灾区情况，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，只想快点到达灾区。保安刘少峰拿着钱去交费，却突然听到一个小伙吹着海风唱歌。刘少峰上前将其打断，说这个时候唱歌不太合适。小伙觉得自己被教育很跌面子，让人家关心事。刘少峰站在3轮车上很是郁闷，他觉得自己没做错，只是有点不明白那个小伙为什么无法共情。到了晚上，7个人蜷缩在狭小的车斗里，根本无法正常入眠。少峰这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7个人轮流睡中间。车上唯一软点的物品是方便面，但不能用来作为枕头，因为这个是捐给灾区的，怕给压碎。煎熬的夜晚终于过去，3轮车却突然走不动了。司机一脸无奈地说车子没油了，大伙只能下车推。缓慢的车速让司机彻底沦陷，他已经1天1夜没合眼了，连方向盘都把握不住。哎，跑晚了，压我绝了！你干什么呢你？司机下车一脸委屈地说，他困得实在是不行了，申请睡一会。没办法，只能让学过几天车的少峰暂时把一下方向盘。他们在烈日下推行，前进得很慢很慢。等他们来到加油站，人都已经累得站不稳了，但他们根本不想休息。加满油后又准备继续上路。郑涛刚把钱给掏出来，就被好心的站长给制止了。他正色说道：“你们大老远的跑去抗震救灾，加点油算得了什么？别觉得不好意思，我们都是在为汶川加油。”从加油站离开后，大伙却被卡在高速路口。按规定，3轮车不能上高速，可想要进入四川，必须得从这条路走。几人苦苦哀求，最后还是被拦了回去。路上经历的苦难都没有打倒他们，但面对如铁一般的规定，他们之间充满了沮丧和无奈。有人提议原路返回，却立马遭到他人的反对，就只剩下最后一段路了。现在回去怎么面对乡亲父老？这时郑涛站出来给众人打气：遇到点事儿就想打退堂鼓，那还是个男的吗？那是个闹钟，不想回去的举手。众人像来时一样齐刷刷的举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巨大的噩耗传来，村里打来电话，说顺子从小相依为命的爷爷去世了。众人听到这个消息，纷纷面露悲伤，商量着让顺子回去为爷爷尽孝道，害怕他伤心过度在路上出意外。几人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。少峰在旁边补充。这时顺子突然从车斗里坐了起来，他其实已经听见了众人的谈话。爷爷，
兄弟对不住你了。等我考证回来，我一定在你坟前给你磕一100个响头。在一行人的坚持下，收费员把他们的情况报告给了领导。领导听说了他们的事迹，直接派大货车把3轮车拉上高速。不仅如此，还给他们安排了一辆专车。下了高速后，是一段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，众人不免有些害怕。转弯时，前方突然冒出2辆汽车，司机吓得手哆嗦，导致半截车身都冲出了山崖。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，车上的老母鸡后退了几步，这个举动救下了所有人，大家惊魂未定，司机更是直接被吓哭，表示不敢再开，但路还是要走。此时天空下起暴雨，为了不让救援物资被淋湿，他们用身体挡住。夜里雨还没停，他们找了个宾馆休息。为了省钱，大伙只开了1间房，剩下的人则趁着前台睡觉偷偷溜进来。10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，却睡得异常香甜。比起3轮车，这已经好太多太多了。第2天一早，他们就出发了，从光滑平整的柏油路驶入尘土飞扬的山路。看着四周破碎的山体，众人心里清楚灾区已经不远了。一道巨大的裂缝把他们拦住，10个山东汉子缓缓下车，看着面前的断壁残垣，他们全部红了眼眶。老少爷们们，咱上了！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10个山东日照的农民历经4天3夜，横跨4000多里奔赴四川抗震救灾，至情大义的精神感动整个灾区。那辆在风雨中摇摆的3轮车也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，收藏在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中。